如果将中国大地看成一盘棋局，那么每一步平移进退，都与历史上君主统帅、谋臣武士之间的攻守厮杀如出一辙。公元前206年，坐在棋盘两端的对弈者是27岁的项羽和51岁的刘邦。这两人，一方是楚国上将军，一方是关中新主人；一方是消灭了秦军主力部队的猛将，一方是推翻了秦朝朝廷的长者。同在楚怀王帐下听令的两个人，在共同的敌人秦朝灭亡后，第一次发生了正面对峙。宋义与其谋反楚，楚王言令与臣李将军怒力而攻秦，今有小人之言，令将军与臣有信。我项王天下者，必沛公也。吾属今为之如矣。究竟在关东义军队伍之中发生了什么，造成项羽和刘邦的决裂？一切未知的变数，尽在楚汉这盘错综复杂的棋局之中。公元前206年12月，关中骊山脚下的细水西岸鸿门，是项羽统帅的40万诸侯联军。在骊山西南的灞河西岸灞上，是刘邦统帅的10万楚军。两军相距仅40里。当天光放晴的时候，双方各自都能望见对方的旌旗以及闪光的刀剑。一天清晨，冬日阳光刚刚照拂到骊山北路项羽大营的辕门，一支100余人的部队簇拥着一辆独舟车缓缓而来。车上站着的正是沛公刘邦，还有他最倚重的谋士张良。刘邦的亲信樊哙等人骑马相随。对于项羽的这次邀请，众人内心忐忑。见面后会发生什么？刘邦不敢去想。随着马蹄的踢踏，一行人终于来到了项羽的营帐外。无形的压力从大帐中袭来。刘邦此刻噤若寒蝉，只能无奈地进入项羽大营。为什么项羽要执意进入关中？又为什么在剑拔弩张的情势下，刘邦会亲自来见项羽？一切的起因都是2年前的怀王之约。公元前210年7月，50岁的秦始皇死于巡游途中，胡亥继位为秦2世。第2年7月，陈胜吴广起兵，6国旧贵族、平民纷纷响应，掀起反秦复国浪潮。公元前208年，秦2世2年9月，秦将章邯攻打定陶，楚国大将项梁战死。随后，秦军攻破赵国首都邯郸，将赵国君臣包围在巨鹿。赵国向齐国、楚国求援。
此时，有项梁拥立的楚怀王迁都彭城。9月，楚怀王制定怀王之约，楚国为盟主，推翻暴秦，恢复6国王政，而秦国故地就由先攻入关中者统治。接着，楚怀王命令兵分2路，一支部队北上救赵，由项梁的部将宋义任上将军，项羽为副将，范增为末将。而另一支部队由刘邦率领，进攻关中。项羽和刘邦这2位性格经历截然不同的乱世枭雄，由此开始了长达4年的博弈。这个熊心一直担心项家的势力太大，所以在进兵关中的时候楚怀王就不愿意项羽借怀王之约当亲军吗？他认为项羽脾气太暴躁，而刘邦谦和，企图用刘邦牵制这个项羽，于是怀王和项羽之间这个矛盾可就种下来，这也为楚怀王就这个义帝后来呢被项羽所杀埋下了伏笔。对于年轻而又心高气傲的项羽来说，他绝不甘于只做一名副将。家族遗传下来的贵族血液让他坚信，自己终有一天会带领千军万马驰骋疆场。项羽从少年时代开始，首先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，而且这个人少年时期就已经体现出一种性格方面的，既是优点也是缺点。首先，勇猛有担当，但是同时这个人急躁。你比如说，他的叔父让他学文化，他不好好学，不求甚解；让他学剑法，他学了学又不耐烦。他说啥？他说这个剑法只能1人敌啊，我要学万人敌啊！意思就是说他要学兵法。公元前208年9月，袁赵大军出发了。可让人意外的是，大军走到山东东平县汶水以北时，却再也不走了。而且这一停就是46天。首任章邯为叔父项梁报仇的强烈欲望，使得项羽急不可待地跑去质问宋义。他认为楚军与赵军里应外合，必定能一举击垮秦军，打掉章邯。而宋义却主张坐山观虎斗，让秦军与赵军率先交战。如果赵军获胜，就帮助他们打秦军；反之，如果赵军兵败，那么秦军也必然损失惨重。这时再出兵，必能大获全胜。项羽与宋义的矛盾，表面因为救赵策略不同，引起的是兵权争夺。其实背后是楚国国内不同政治势力的较量。其实说白了，无论是宋义也好，还是刘邦也好，都是楚怀王用来制衡，这个项羽的一种力量。项羽这个人为人刚猛，而且呢个性突出，对于楚王来说，这恐怕是不是个好事情？这是一个莫大的一个威胁。而就在这时，阴雨连绵，后勤供给不足，士兵食不果腹，怨声载道。在如此军心不稳的情况下，宋义却做了一件蠢事。他利用自己的权力之便，为儿子宋襄谋得了齐国相国之职。为此，还亲自到无盐县给儿子送行，并且大摆宴席。作为义军之帅，这样的行为更引起了项羽的不满。
宋义与其谋反楚，楚王严令与诛之。项羽说这个话其实是给自己找借口，不是我随便杀的，是因为他有罪，因为宋义呢，他想谋反，所以呢，我是奉楚怀王的密令，我诛杀他的，也说明他这种做法的正义性、合法性，同时呢，也说明他自己呢现在接替宋义的这职位，率兵北上是合理合法的。不过，对于刚刚掌握了军队指挥权的项羽来说，他面前还有一个可怕的敌人，那就是秦军大将章邯。章邯，秦国的最后一员名将，在秦王朝最后的几年里，他几乎是靠着一己之力在支撑着摇摇欲坠的帝国大厦。不久之前，他率领秦军主力击败了齐楚联军，杀死楚军统帅项羽的叔叔项梁。无论是出于国仇还是家恨，项羽和章邯之间必有一战。那势力很大，项羽才几万人，啊，那是20万，号称20万啊。兵强将广，可以说呀，巨鹿之战战前的态势，秦军，胜算很大的。此时，25岁的项羽爆发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惊人勇气。他下令全军携带3天干粮，凿沉渡船，破坏厨具，烧掉营房，渡过黄河，与秦军9次交锋。这种搏命的气势，让他获得了巨鹿之战这场几乎不可能的胜利。在此之后，经过7个多月的艰苦攻防战，最终前有强敌，后受赵高猜忌而进退维谷的章邯决定投降项羽。至此，秦军在中原地区已经无兵可用，灭亡之日近在眼前。由于项羽牵制了秦军的大部分主力，刘邦几乎是兵不血刃，就一路推进到了咸阳东南的霸上。公元前207年8月，赵高派人逼死秦二世。9月，秦王子婴诱杀赵高。而此时，秦军主力尽失，大势已去。按照秦代历法，以10月为每年岁首。公元前206年10月，秦王子婴出城投降。秦国花费了500多年的时间，完成了一统中国的梦想，却仅仅在10几年后，就以这样的方式收场。一个巨大的馅儿饼就这样掉在了51岁的刘邦手上，这或许是他之前做梦都没有想到的。刘邦说白了，刘邦真的就是一个农村小混混。你能够想到的农村小混混的很多行为，在我们刘邦身上那都是标配，甚至于连他的名字都能体现出这个特点。他这个名字啊，《史记》当中说他是姓刘字季，
很有可能刘邦原来的这个名字就是按照伯仲叔季就这么排下来的，这很明显就是个平民的名字。刘邦这个名字啊，有较大的可能是自己得势之后改的名字。刘邦是出身平民阶层，他的这个性格中确实有着无赖的这么一个特点，但是呢，他也有他的悠长之处。比如说，他这个人放荡不羁，不拘小节，无可无不可。也正是因为他的这些性格特点呢，所以他结交了一批朋友。那么，在他担任泗水亭长的时候，他曾经去押送一批这个人去服徭役。那么，但是在这走在路上的时候呢，很多人都逃跑了，所以他就在这个时候，他把握时机，就干脆率领这些人参加了反秦的义军。公元前212年，刘邦迎来了人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。这一年，秦始皇出巡，当车队从咸阳街头缓缓驶过，在路边参拜的人中，就有45岁的刘邦。也是在那一天，他发出了那句“嗟夫，大丈夫当如此也”的感慨。这个权力所带来的这种震撼感，就让他立下了自己一定要做这样的人的这么一个政治目标，也是他自己的人生的一个目标。而恰恰在刘邦的身上，具有一些能够今后实现这个目标的一些特点。比如说，他有一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韧劲，同时他也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无赖的本性。仅仅6年的时间，当年的感慨就变成了现实。秦王宫的富丽堂皇以及堆积如山的奇珍异宝，彻底震撼了出身寒微的刘邦。他希望马上享受这些胜利的果实。这时，一个人的出现，改变了他的想法。张良，汉初3杰之一。他本是韩国王室后裔。韩国亡国后，张良变卖家产，周游天下，寻找勇士，在博浪沙刺杀秦始皇没有成功。后来遇到刘邦，成为刘邦手下最著名的谋士。夫秦为无道，故沛公得至此。今使入秦，即安其乐，此所谓助桀为虐。但是张良呢就劝他说秦朝之所以灭亡，就是因为秦朝呢残暴腐败，这是秦朝灭亡的原因，也正是你痛恨他的原因，他们贪图享乐才造成的。你现在这样做就是助纣为虐。张良的话让刘邦迅速清醒，他马上决定离开秦宫，封存府库，还军霸上。为了稳定民心，刘邦还宣布废除秦国法律，重新与秦地居民约法3章：杀人者死，伤人及盗抵罪。这个临时政策体现了出身平民的刘邦的政治智慧。那么刘邦进入关中以后，他知道按照约定，将来他是关中王，所以他为了笼络民心，笼络秦人之心，所以他就首先是来约法3章，改变了秦的克法，同时他又下令秦的官员安堵如故，照常事事。这样的话呢，就让秦人感觉到，虽然皇帝换了，
但是我的生活没有改变。那么刘邦呢就得到了秦人的拥护。不过，即便如此，刘邦还是犯了一个错误，那就是封锁了秦国东出的门户函谷关。函谷关位于今天的河南省三门峡市，是陕西和河南交界处的一个关口，也是自东向西进入咸阳的必经之地。公元前206年11月，项羽大军抵达函谷关。他非但没有看到昔日的兄长同僚刘邦迎接自己，眼前的函谷关反而闭关落锁，严阵以待。这时，他得知刘邦收编秦军，驻军霸上，封锁了进入关中的通道。一怒之下，项羽派遣手下大将英布等人攻破函谷关。12月，项羽率联军驻扎细水，兵临霸上。巨鹿之战的胜利，极大地提高了项羽的政治地位。他已经习惯了把自己当作秦末大起义中的最大功臣，而此时的他万万没有想到，曾经并肩作战的刘邦竟然会对他说不。这是心高气傲的项羽绝对无法容忍的。而就在这时，刚刚收到的一封信，更令暴怒的项羽火上浇油。写信的人是刘邦的左司马曹无伤，他在信中说，刘邦想做关中王，让子婴做丞相。你要知道，项羽这个人对秦国采取的一味的就是2个字：否定，而且他对秦国充满了仇恨。他后来不是把子婴杀了吗？那么听说你要自立为王，还要以子婴为相，这件事基本上都是在挑战他自己的底线。此时，在项羽的军中，还有一个人对刘邦一直十分警惕，他就是项羽的副将范增。此时的他已经70多岁，被项羽视为长辈，尊称为亚父。范增清醒地认识到，刘邦以后必定会是项羽最大的敌人，便劝谏道：刘邦为人贪财好色，现如今却对秦宫的财宝美人都不染指。一个能压制自己欲望的人，一定有所图谋，必须趁此机会消灭他。范增的话坚定了项羽出兵的决心，而时间就在次日清晨。所以当时双方兵力对比啊，项羽占绝对优势的，40万号称100万，而刘邦才20万，不成比例。而刘邦领先又有1/3的兵力呢，是新秦军的降卒，换句话说，战斗力成问题。就在项羽下达战斗命令后不久，一匹快马从项羽军营中悄悄驶出。马上坐着的是项羽的叔叔项伯，而他也成为决定事态发展甚至历史走向的一个关键因素。项伯此行是为了营救张良而来。当年自己在下邳杀了人，幸亏张良搭救，才躲过了抓捕。而明日战事一起，张良将生死未卜，所以想让张良与他一起离开。臣为韩王送沛公，今事有急，王去不义呀。
张良这个人应当说还是讲义气的，他是奉韩王的命令，帮助刘邦进入关中，推翻秦朝的。那现在呢，有了困难，有了危险，因为项羽来了，战争呢一触即发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他自己离开的话，这就是不仁不义，他认为这个是不合适的。张良带来的这个消息对刘邦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。刘邦心里十分清楚，以自己的实力根本无法和项羽抗衡，而项伯作为项羽长辈，身份特殊，刘邦迅速意识到项伯此行的重要性。此时的刘邦已经从无所适从的震惊中平静下来。见到项伯后，两人聊得十分投缘。刘邦趁热打铁，和项伯结为儿女亲家。刘邦这个人，我觉得他之所以能取得成功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对世道人心的了解。人都是有弱点，那么项伯的弱点，刘邦看到之后呢，然后通过给他结为义兄弟，甚至许下了其他的很多的这个承诺，使项伯呢可能就逐渐自觉不自觉的跟刘邦之间产生了感情。项伯被刘邦说动了，回到鸿门后马上面见项羽。在项伯看来，刘邦率先攻入关中确实是大功一件，如今有功不赏，反将其剿灭，可谓是不义之举。现刘邦既已示弱，表示臣服，不如借他来请罪的机会，好好善待他。自己霸主的地位得到肯定后，项羽也愿意接受刘邦的和谈。而这时，副将范增则决定将计就计，建议在席间杀掉刘邦。犹豫不决的项羽只说：“相机行事。”这样，刘邦得以在第二天带着张良等人踏入项羽的营寨。见到项羽之后，刘邦有一段很著名的开场白。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，将军战河北，臣战河南。然不自意，能先入破秦，得复见将军于此。今有小人之言，令将军与臣有隙。刘邦这段话首先就是两层含义，第一个就是说，强调我跟你是战友关系，将军您在这个去救赵国，咱巨鹿那个地方与秦军对峙，我呢西入关中，我到这个地方来，然后呢把秦国给灭掉，这是分工。这首先强调这一点。第二，他就强调说，有小人在这里边离间您和我的关系。那么这个时候他说小人的时候，我有一个猜想，就是他这阵极有可能都不知道曹无伤的这封信的存在。听到老战友刘邦这一番谦恭卑微的说辞，项羽的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。他坚信自己的实力已经震慑了刘邦。项羽的戒心随即放松，竟然说出了告密的人是曹无伤。
哎呀，我不就听着，曹司马嘛，曹无伤讲的，一下子他把曹无伤给卖了。在此之后，项羽决定款待刘邦。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饭局之一——鸿门宴，开始了。据司马迁的记载，项羽背西面东，坐在上席；副将范增背北面南，坐在次席；刘邦被引入背南面北的第3席，张良则背东面西，背向营帐入口，陪坐末席。在秦汉之际，人们的观念是上右，上右就是以右为尊，西边是右边，坐在西边就是上位，上位本来是招待客人的，项羽他自己坐在了西边，那说明他就自己认为自己是老大，他就没有把这个刘邦放在心中。宴席上酒过3巡，宾主相谈甚欢，项羽丝毫没有要为难刘邦的意思。项羽这样的态度令范增十分紧张，他多次举起玉珏，示意项羽动手，但项羽并不理会。绝就是个事物，而且古代男人的缺口。荀子有句话呀，绝人以绝呀，跟人断关系、断交关系，啪，给这个东西。范增在那个酒宴上就拿这个东西，你跟他赶紧翻脸呐！宴席过半，范增终于坐不住了。他叫来项羽的堂弟项庄，让他进帐敬酒，然后以舞剑为幌子刺杀刘邦。眼见席间枯燥，项羽便同意项庄舞剑助兴。项庄的出现，让酒席上的形势瞬间变得十分微妙。刘邦对于项庄的意图洞若观火，却无计可施。范增焦急地等待着项庄下一步的行动。项羽似乎有所察觉，但也没有阻止的意思。鸿门宴就此进入了高潮。项伯做出这样的一些举动，可能跟前期刘邦在他身上所花费的时间、精力，甚至一些承诺，回过头来，可能他私下里也会给刘邦一些承诺，保证刘邦的安全。那你回过头来，范增给项羽主意要把刘邦在宴席上杀掉，那当然这是项伯所不能接受的，那项伯就没法为人了。不过帐内的情势仍然十分紧急，项伯与项庄谁都无法罢手。这时，鸿门宴上一个出乎意料的变数出现了。眼见众人目光都聚集到项庄和项伯的身上，张良起身出营，找到樊哙，向他说明了营帐里的危急情况，赶紧保护刘邦。情急之下，樊哙携带佩剑，手举盾牌，一路闯入帐中。突发的变故使得宴会安静了下来。面对怒目圆睁的闯入者，项羽面色凝重。当得知来人是刘邦的警卫樊哙时，项羽感慨其威武，随即赏酒赐肉。勇猛的樊哙让项羽有了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。而就在这时，樊哙的一段话也成为改变鸿门宴局势的关键。樊哙这个进来之后，
首先就是说你这个处事不公。首先强调刘邦为了灭暴秦做出了多大的贡献。从公平的角度来说，你应该给他的是封赏，你怎么能够对他起杀心呢？首先把你拔高之后，他把项羽拔高之后，实际上在借用项羽的那种贵族身份。这种贵族啊，对所谓的道义以及面子这些东西都很重视的啊。你身为大贵族、大将军，天下叱咤风云的大英雄，你怎么能够杀无罪之人呢？樊哙以普通将士的身份说出这番话，引起了项羽的思考。他无言以对。帐内气氛得以缓和，而此时的刘邦却是如坐针毡。鸿门宴上瞬息万变，随时都可能出现新的杀机。因此，借刘邦出帐如厕的机会，张良、樊哙劝刘邦回营。刘邦当时走的时候，据说还心里觉得很踌躇，说我没有和人家打招呼，这样走好不好？啊，后来呢，有人向他建议说我们现在呢是在非常危险的关键时刻，你向他去告别，等于你在送死。所以最后刘邦呢，就让张良留下，但是你记着，你别急得进，等我们从小道回到坝上的时候，你再进去，免得他们又跟着追了过来。坝上离鸿门一共40里路，抄小道20里，20里骑着马很快就到了。没多久，张良入席，奉上玉璧和玉斗作为礼物献给项羽和范增，并解释道：“沛公不胜酒力，且听说大王要责备他，所以不辞而别，特奉上薄礼以示歉意。”项羽自知理亏，也不追究，便收下了玉璧。庶子不足与谋，夺项王天下者，必沛公也。吾属今为之鲁矣。项羽由此错过了杀死刘邦的最佳时机。后人也把鸿门宴作为项羽有勇无谋的一个重要证据。然而，真正的事实是不是这样呢？鸿门宴呢，应该说刘邦和项羽两个人都实现了自己的目标。那么刘邦的目标是什么呢？就是保住自己的生命，他实现了。而项羽的目标是什么呢？实际上，项羽就是要把刘邦赶出关中，这样项羽就不费一兵一卒实现了自己的战略目标。所以说，也不能说项羽就是一个完全的失败者。项羽当时他还没有真正能够认识到刘邦是自己夺天下的大敌。鸿门宴之后，项羽率军西进咸阳。他首先下令处死了秦王子婴在内的所有嬴姓宗室，随后将秦宫中的财货妇女抢掠一空，包括阿房宫、始皇陵以及宫殿城楼也被付之一炬。据史书记载，项羽军燃起的大火足足燃烧了3个月之久。秦人在战场上遭到项羽杀伤后，又在家乡遭受重创，令秦人不由自主回想起刘邦的仁厚，更加深了对项羽的憎恶。
他等于是对秦国怀着一种简单的仇恨。但是你要知道，真正成熟的政治家是不会被这种个人情绪来左右自己的政治抉择的。可是他完全的是一种泄愤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姿态，这样就等于把秦地的老百姓彻底的得罪了。项羽在鸿门宴放过刘邦，并不意味着他解开了与刘邦的心结。相反，怀王之约的先入关中者为王，现在反而成了项羽心中的隐痛。一方面，刘邦趁项羽与秦将章邯对战的时机，抢先一步攻入关中，无形中抢夺了项羽的功绩。另一方面，项羽在接受章邯投降时，已经将关中之地许给了章邯。特别是一旦刘邦得到关中封王，项羽自己却仍然是楚怀王帐下部将，两个人的地位将发生尊卑转换。项羽的势力过于强大，如果不能够制约住项羽的进一步的发展的话，那么就会危及到自己的地位。因此，他把刘邦是作为一个制约项羽的棋子来使用的，所以他把它放在关中为王。公元前206年正月，项羽决定废弃怀王之约。作为反秦的最大功臣，天下的秩序应该由他来建立。接着，尊楚怀王为义帝，然后以秦国郡县制为依托，重新划分天下诸侯。那么，按怀王之约，该以关中为王的刘邦会被封往哪里？在项羽的戏水大营中，项羽正与范增、项伯等人商讨济公割地分封事项。项羽虽然接受了刘邦的道歉与和好请求，并打算封其为王，但是对他的防范之心一直都在，所以关中之地当然不会封给刘邦，而是一分为三：咸阳以西归雍王章邯，咸阳以东归塞王司马欣，关中以北归狄王董翳。这就是三秦的由来。至于刘邦，则被范增提议分封到巴蜀之地，这对刘邦来说无疑是一记重击。首先，巴蜀地区在战国时代就被秦国征服，成为秦国领土，这就为项羽提供了借口。既然巴蜀也是秦地，那么刘邦也还算秦地之王，就没有完全违背怀王之约。其次，巴蜀地区的四周密布群山，非常不利于军队调动，成为困住刘邦的天然牢笼。在坝上的军帐中，刘邦得知了自己即将被逼远走他乡的消息。回想鸿门宴上自己卑躬屈膝地向项羽示好，满心希望得到原谅，能够获封关中。谁知功劳却被一笔勾销。刘邦被意外、失望、羞惭、气恼等情绪冲昏了头脑，他当即召集众将，下令发动偷袭，要与项羽火拼。这时，张良制止了刘邦，并提出了自己的想法。
那就是说动项伯去请求项羽，将汉中郡也顺便封给刘邦。因为汉中呢，当然是离中原关中地区更近一些，巴蜀更远一些，是吧？所以得到了汉中，实际上第一扩大了它的范围，就统辖的范围，其次呢，就是给刘邦重新回到关中提供了便利条件。项伯呀，是项羽的叔。项羽这个人呐，大家庭贵族啊，他家族观念非常重。哎，张良就抓住这一点，而项伯说的话，项羽呢，是一般都会满足的。就这样把巴蜀、汉中之地给了刘邦3郡吧。公元前206年4月，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，分封19诸侯。他以诸侯共主的身份，下令各路诸侯离开关中，回到各自封地，史称细水罢兵。经过鸿门之宴的较量，项羽在与刘邦的对弈中抢得了先机。刘邦只能建都汉中南郑，成为汉王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会就此妥协。鸿门之宴仅仅是拉开了这场大戏的序幕。他和项羽之间真正的博弈才刚刚开始。